萧长坤话一出口，一旁的周良运便不禁哑然失笑。他还从未听说过钱捐给慈善机构还后悔想再要回去的，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不过接线员明显比他有经验，只听对面慢条斯理地解释道：先生，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，捐赠给慈善、救灾、扶贫的公益性捐款是不可以随意撤销的。萧长坤连忙道：我真的是不小心点错了，我本来是想捐3万块钱的，可是一不小心多按了一个0，就捐了30万。你看你跟你们领导反映，退我27万就行。接线员抱歉地说道：实在不好意思先生，我们这里是有严格的财务规定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本身没有权利随意动用账户里的慈善捐款，这里的每一笔支出都需要明确的审批流程。如果您认为捐款的行为有重大误解的话，您可以聘请律师向法院递交申请，如果法院支持的话，会依法对您的捐款行为进行撤销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依据法院判决的结果将钱退还给您。这么麻烦？萧长坤急了，连忙道：你看着就不过多半天的事儿，我捐多了，你把我捐多的那部分退给我不就行了吗？本来就是我的钱，这不天经地义吗？接线员解释道：慈善捐款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非常严格的事情，而且由于还有捐款可以免税的相关规定，所以我们必须依法走相应的流程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企业年底为了避税向我们捐赠1000万，省掉了几百万的企业，税年后告诉我们捐错了就要把这笔钱退回去，那我们岂不是等于帮这家企业偷税漏税了吗？萧长坤脱口道：可我是个人不是企业啊。接线员又道：个人也牵扯到税务方面的问题啊，个人收入也是要缴纳个税的，如果把需要缴纳个税的那部分收益捐出来，再以捐错了为由要回去，这里面牵扯的法律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。所以您如果想退回捐款，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或者是权威仲裁机构予以撤销。萧长坤顿时有些绝望，郁闷不已地说道：退个钱还得去打官司，那得忙活到何年何月去了，我这钱是救命的，我老婆生病了需要这笔钱做手术，你们就不能给通融吗？对方道：实在抱歉先生，这个是原则问题，确实解决不了，而且我只是一个接线员，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利。萧长坤还不死心，开口道：那我去找你的领导面谈总可以吧？接线员回复道：现在已经过了工作时间了，如果你想来找领导面谈的话，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到基金会来。说着，对方又道：不过为了避免您白跑一趟，我还是建议您找一位律师先咨询一下，律师会给您一个非常专业的建议。萧长坤心里烦躁不已，他自然是不愿意就此放弃那30万的，可是现在他心里也明白，在这里继续跟接线员耗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，于是他只好说道：行吧，我自己先考虑一下。说完便愤愤不平地挂了电话。周良运见萧长坤打电话之后还在那里生闷气，也不想跟他继续纠缠，便笑着说道：萧先生，我这里已经打烊了，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要关门了。萧长坤回过神来，看着周良运，尴尬地搓手道：周老板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请您帮个忙，对您来说就是举手之劳的小事，但是对我来说那可是事关生死，还希望您千万不要拒绝。周良运微笑道：我肯定不能事先答应你，不过你倒是可以说来听一听。萧长坤赶紧凑到跟前，一脸谄媚地说道：周老板，张二毛发的那条朋友圈，相信你肯定也看过了。说实话，那条朋友圈对我影响非常恶劣，已经影响到我的书画协会的根基了。您看您这次也没少赚，就算是捐了1000万，不还剩1000万吗？净利润也有970万了。所以我想求您帮忙发个朋友圈辟个谣，就说张二毛朋友圈发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。周良运心中暗想，涉嫌诈骗的名声对萧长坤来说肯定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，如果不帮他彻底洗脱这个嫌疑，那他在书画协会也确实不好过。
甚至有可能会被除名。他是叶晨的老丈人，我理应给他留些余地。可想到这里，他又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张二毛曝光这件事情肯定也是叶晨的意思，这就说明叶晨是有意想要给他老丈人一个教训。如果自己没经叶晨同意就放他萧长坤一马，说不定会跟叶晨的想法背道而驰。想通这一层后，周良运便委婉地说道：不好意思，萧先生，这件事情我可能没办法答应你，毕竟整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，到底你说的是对的，还是张二毛说的是对的，我更无从考证。萧长坤连忙说道：张二毛他就是血口喷人，他这个人在古玩街骗人骗惯了，一张嘴一句实话也没有，您可千万不能相信他啊。周良运点点头，开口道：说句实在话，我确实不想趟这趟浑水，也不想去深究你和他到底谁是真谁是假。如果你坚持说他发布的内容不真实，那我更建议你和他当面对质一番，只要你能在对峙中赢了他，那你自然就是无辜的，你的声誉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萧长坤尴尬地说道：我跟张二毛已经闹掰了，我才不要跟他当面对质。说罢，他看向周良运，哀求道：周老板，你看我这个人比张二毛肯定是靠谱得多，张二毛一天到晚坑蒙拐骗，他会给慈善机构捐款吗？不会，但是我会啊。这话一出口，萧长坤意识到自己刚才打电话退钱的操作有些打脸，赶紧又往回圆场道：当然了，一口气捐30万，我这个经济条件确实不太支持，但我刚才打电话你也听见了，我是愿意捐3万块的，这也不是一笔小数了。是，周良运讪笑一声道：能捐3万块钱也不错了，毕竟爱心这件事情不能只拿捐款的金额来衡量。说罢，他又道：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，我确实帮不上你什么忙。说心里话，我初来乍到，最不想的就是惹麻烦，更不愿意趟浑水，所以还请萧先生另找其他办法吧。萧长坤还不愿意放弃，连忙道：周老板，您要是不愿意发朋友圈也行，我回头把我们会长找过来，你跟我们会长当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就说，不存在什么诈骗不诈骗的，只要我们会长有了你这句话，回到书画协会里就能服众了。周良运摇摇头：不好意思啊，萧先生，这种事情我也做不了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说着，他也不愿意继续跟萧长坤耗着，于是便直接打开店门，对他说道：萧先生，你走不走？你要不走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麻烦你走的时候帮我把门从外面锁一下。萧长坤知道他这是下逐客令了，也只能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无奈地说道：这样吧，周老板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明天我再来找你，实在不行我给你点钱也可以，你等我把那30万要回来，我给你10万，你也别嫌少，多10万就赚10万吗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你说对不对？周良运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说道：萧先生，还是先把那30万要回来再说吧。萧长坤点点头：好，明儿一早我就去办这件事。哦不，我现在就去找个律师咨询一下。周良运微笑道：那我就不送了。萧长坤摆摆手：您留步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他迫不及待地转过身，离开了古玩街，打算找个律所咨询一下。周良运见他走了，便重新回到了店里。其实他并不打算离开，只是刚才不想与萧长坤纠缠，才说出要走的话。不过为了避免麻烦，他还是在门外挂了一个歇业的牌子，又将门从内反锁。这时门外忽然走来一个男人，隔着玻璃门问：老板，还能给看东西吗？周良运头也没回，刚准备拒绝，便忽然意识到说话的人是叶晨，于是他赶紧回身去看，果然看见叶晨正站在店门外。他脸上浮起笑意，快走2步将门打开，微笑问道：叶先生，咱俩有很长时间没见了吧？叶晨知道周良运是在继续他自己的人设，按照他现在这重身份的设定，他自然是认识自己的，只是自从他被吉庆堂开除之后，
自己与他就再无任何联系了。于是叶晨也笑着说道：“周老板，许久不见，您现在自己当老板了。”周良运十分谦逊地说道：“小本生意，不足挂齿，不知叶先生登门有何贵干？”叶晨随手拿出一块砗磲做的护身符，道：“偶然得到一件东西，想请周老板给看一看。”周良运点点头，做出一个请的手势，道：“叶先生，请进吧。”叶晨迈步进到店里，周良运便将店门重新关上，随后便笑着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少爷，您来我这里，您岳父知道吗？”叶晨笑道：“他不知道，我在对面茶楼，等他走了才下来。”说罢，他问周良运：“周叔叔，我岳父来找您说什么了？”周良运笑道：“先是说他把钱都捐了，恳请我不要报警。我告诉他我也没打算报警，他便赶紧又给慈善机构打电话，想让他们把钱退回来。对方说需要通过法律渠道，所以他便打算去找律师。走之前想让我帮他驳斥张二毛的朋友圈，我没答应他，但也没完全把可能堵死。”叶晨摇头笑道：“看来还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本以为他能真正意识到错误，没想到脑子里想的除了钱就是位子。”言罢，叶晨又道：“周叔叔，以后不必再搭理他了，这件事情也不要给他留什么余地。他要能把捐出去的钱要回来是他的本事，至于名声，臭了就臭了，